第1062章萧玄焚炎老祖。一旁的唐火儿听得唐振的喃喃自语，倒是微微一怔，有些疑惑的道。对于唐火儿的疑惑，唐振倒是一笑，看了一眼正沉清在水晶球传承世界之中的萧炎，然后双手负于身后，望向阁顶，眼中流露出许些尊崇之色。焚炎老祖也是我焚炎谷的创始人，不过岁月间隔得太久，乃至于很多人都是有些遗忘这个曾经震慑整个大陆的巅峰强者。闻言，唐火儿不由得咂了咂舌，他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所谓的焚炎老祖，看来那岁月的间隔的确是不短啊。焚炎老祖很强吗？唐火儿有些好奇的道。对于这位传说中的人物，他似乎非常的感兴趣。何止强？据我所知，那个时代的斗气大陆有着5位至强者，这5人代表的是斗气大陆最为巅峰的力量，而焚炎老祖便是其一。5人皆是实力通玄之辈，距离那传说中的斗帝层次也仅仅只是一步之遥。唐振缓缓的道，声音中有着对那个时代的至强者的一种敬畏。斗帝？唐火翘眉，脸颊上尽是震撼之色。这个称谓不需要任何的修饰，便是能够具备着无穷的威压，令得所有人在这个词之下都是变得渺小如蝼蚁。那其余的4位至强者是谁？唐振面露沉吟之色，半晌后方才道，由于时代久远，其余4人的具体称谓我倒是记不太清楚，但却是能够知道他们其中有3人分别属于3大势力，古族、魂殿、丹塔，都是如今的真正顶尖势力呢。唐火一脸的惊叹，旋即奇怪的道，还有1人呢？是哪个势力的？难道是花宗或者天明宗？唐振缓缓的摇了摇头，眉宇中同样是有些疑惑，道，此人好像并不属于如今的中州任何顶尖势力，不过对于他的名字我倒是记忆犹深，因为按照祖籍记载，这位至强者与焚炎老祖交情不错，据说这天火三玄变便是由他创造而出。天火三玄变居然是那位至强者创造而出的。闻言，唐火小嘴顿时惊讶的微微张开，一脸的惊愕，有些显得难以置信。祖籍是这么记载的，事实真假，岁月间隔太久，也是难以考察了。唐振点了点头，道，那这位神秘的至强者叫什么名字？唐火越发的好奇，连忙问道。唐振轻抚着胡须，思索了片刻，方才有些不太确定的道，好像叫做萧玄吧。哎，我也许多年未曾再翻看那些祖籍了，也有些记不得太清楚了。在那个时代，焚炎谷的势力可丝毫不比魂殿这些顶尖势力弱，不过可惜啊，后来的焚炎谷一直便是未曾再出现过堪比老祖的人物，因此这名头也是远远落后了魂殿之流。话到最后，唐振颇为的虚细。萧玄？唐火嘴中念叨了一番，突然悄悄地看了一旁闭目的萧炎一眼，笑道，萧炎也是姓萧，莫非与这位萧玄前辈有什么关系不成？闻言，唐振也是一怔，旋即哑然失笑，道，这世间姓萧的多如牛毛，照你这般说来，岂不是每一人都与那位萧玄前辈有关系？唐火吐了吐香舌，这也只是他随意一说而已，当然也不会真的这么认为。不过爹爹将萧炎比作我焚炎谷的那位焚炎老祖，会不会太高看他了？虽说唐火对于萧炎也是好感不错，但心中也认为萧炎与那个时代的至强者比较起来，似乎有着太大的差距。呵呵，不要小看此人啊，我总感觉这个萧炎不简单，那一手一火火莲，看得我都是赞不绝口。而且他的年龄方才20左右，居然能够在炼药术与斗气之上同时拥有这般傲人成就，这等天赋，即便是你也是远远不及啊。唐振目光转向闭目中的萧炎，眼中的怜才之意又是大盛，叹息道。唐火撅了撅小嘴，虽然有些不太服气，但事实他也亲眼所见，因此也只能嘟囔了一声，若是萧炎未曾和吴尘交手之前，他还有把握与之战上一番，但在见到那火莲后，却是彻底的死了这条心，因为他知道他面对着那火莲恐怕必死无疑。这等天赋的年轻之辈，却是未是我焚炎谷之人，你说如何能让人不遗憾？唐振长叹一声，也就不再多说，袖袍一挥，将地面上的灰尘拂去，盘坐而下，
打算在这里等待着萧炎的苏醒。唐火见状，也只能坐下来陪着。两人这一坐，便是将近1天的时间。在这1天之中，萧炎的身体就犹如雕塑一般，纹丝不动。若非其气息依旧正常的话，恐怕连唐振都是会以为他是否在传承之中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。空旷的隔层之中，火红水晶球不断地散发着璀璨红芒，将隔层照耀得犹如白昼。而在水晶球旁，萧炎依旧是保持着双手伸出的姿势，只不过此刻在其皮肤上似乎隐隐间也是有着红芒流转，看上去颇为的玄异。他怎么还卖好啊？我当初传承时才1个小时而已。唐火儿玉手托着香腮，望着那身体纹丝不动的萧炎，终于是忍不住的开口道：你当初为了偷懒，根本就没有将水晶球里面的那些先辈经验以及改进全部收纳，而萧炎却是选择了全盘接收。唐振淡淡的道：等我将那些吸收的经验消化掉后，不就还能继续吸收吗？唐火儿吐了吐香舌，嘿嘿笑道：哎，真拿你没办法，你的天赋也极为不弱，若是认真一些，日后焚炎谷谷主的位置定然会是你的，而且有了足够的实力，连你讨厌的那些老家伙也不能再对唠叨。唐振摇了摇头，极为无奈的道：唐火儿急忙点了点头，似乎生怕唐振也继续的唠叨下去。是。见状，唐振更是无奈，摇了摇头，神色突然一动，转向水晶球处，只见得此刻那里面的红芒正在迅速消散，而反观萧炎倒是一身红芒，再过的片刻，双眸颤抖间居然是缓缓的睁了开来。醒了。见到萧炎睁开眼来，唐振也是连忙站起身来，笑道。萧炎的身体愣在原地，似乎还在整理着脑海之中那多出来的庞大信息，因此好片刻后，方才浑身一哆嗦，蓦然的眼中涌上许些生气，目光转向唐振，笑着点了点头，旋即抱拳躬声道：多谢唐谷主慷慨相赠了。萧炎清楚的知道，接收这种传承对其必然好处不小，而他与唐振说起来也并非是什么关系极好之辈，但后者对他所做的事的确是当得起他这般郑重道谢。对于萧炎的道谢，唐振却是随意的摆了摆手，笑道：天火三玄变的完整修炼之法应该都在你脑海中了吧？萧炎笑着点了点头，心神一动，脑海之中顿时浮现一篇玄奥的修炼之法，正是天火三玄变的完整版，其中不仅包含了第1变，而且还有着第2变、第3变的修炼之法。终于是弄到手了。萧炎的心头此刻也是激动异常，有了这天火三玄变，他的战斗力将会迅猛飙升。天火三玄变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大幅度的提升实力，但所获得的能量却是异常狂暴，驾驭之时得倍加小心。唐振提醒道。萧炎点了点头，对于这个他早便知晓，毕竟天火三玄变的第1变他也修炼了好多年，对于这种狂暴能量的驾驭早已经是得心应手。既然天火三玄变已到手，那便先出阁吧。唐振笑了笑，然后率先行下阁层，其后萧炎与唐火儿紧随而至。出了斗技阁，迎面而来的清新空气令得萧炎心情也是为之一畅。唐谷主在这里也打扰了不少时日，今日萧炎或许便得动身离开了，若是日后有什么地方在下帮忙的话，请尽管找我便可。既然天火三玄变已经到手，那么再留在焚炎谷也是没了什么作用。当下萧炎便是抱拳道：要走了吗？闻言，唐振有心想要挽留一下，但最后却是只能叹息一声，点了点头道：想必你应该也有要事在身，那老夫也就不坚持了，不过你要记着天火三玄变不要外传。呵呵，唐谷主请放心，萧炎可不是不识时务的人。萧炎笑着点了点头，对于这种点规矩他自然是明白。唐振笑了笑，然后拍了拍萧炎的肩膀道：以后若是有时间可以来我焚炎谷做客，只要我唐振还是焚炎谷的谷主，那你萧炎便是我焚炎谷的贵客。对于唐振的好意，萧炎也是微微一笑，然后对着两人一抱拳，身形破空而起，然后直接对着焚炎谷的出口迅速掠飞而去。